我妻子的前男友凯尔大张旗鼓地从海外归来，他不仅高薪聘用他，还直接带他参加了我最重要商业伙伴的会议。我委婉地告诉他，凯尔经验不足，会搞砸项目。妻子瑞秋却厉声呵斥：凯文，我们都有孩子了，凯尔是我的过去，你就不能放下吗？凯尔阴阳怪气地插嘴：一个上门女婿，整天疑神疑鬼不干正事，脸皮真厚。我震惊地看向瑞秋，我什么时候成上门女婿了？第1章，瑞秋不说你是吃软饭的，是给你留面子。凯尔当着合作伙伴的面嗤笑，别告诉我过了几年好日子，就忘了当年在垃圾桶翻食物的日子了。我的目光瞬间结冰，你一个新来的销售，有什么资格打断我和董事长的谈话？话未说完，瑞秋猛地拍桌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他怒斥，我带凯尔来谈正事，不是看你争风吃醋排挤人的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怀疑自己听错了。这场与顶级合作伙伴彼得森先生的晚宴是我2周前敲定的，万事俱备，只欠签字。但10分钟前，他带着前男友凯尔现身，要截胡整个项目。而凯尔开口第1句话就得罪了彼得森。作为公司董事长，瑞秋不维护利益，也不让凯尔离开，反而指责我闹事，简直荒唐。彼得森先生皱眉，家务事处理完再谈吧，我只和准备充分的人合作。瑞秋错愕地睁大眼，没料到对方突然退出。我冷眼旁观，心寒如冰。他亲手搞砸的烂摊子，我无意收拾。但接下来凯尔的举动更让我震惊。彼得森先生请留步，我们带着最大诚意合作。他堆起笑脸，我们在利润基础上再让利10个点如何？这话连彼得森都震惊了。我最初谈下的5个点已是利润底线，让利10个点不仅白干，还要倒贴成本。怒火翻涌，但我不能坐视不管。公司与瑞秋白手起家，岂容凯尔糟蹋？彼得森先生，新员工不了解项目，若您仍有兴趣，按原定5个点合作，保证双方长远共赢。识趣的话，凯尔该闭嘴退下，但他偏要争个高下，竟装起无辜。凯文，原来您和彼得森先生是旧识，才让5个点，是我冒失了。他自嘲地拍额头，既然彼得森先生愿意吃亏让朋友赚钱，我也不好多说。告辞。这番话把我架在火上烤，成了贪得无厌的小人。我攥住他手腕，声音危险：你胡说什么？商业合作重在诚信。凯尔却暗示我坑骗伙伴。瞥见彼得森眼中的怀疑，我心一沉，强压怒火转向妻子：5个点的利润是你我共同核算的，任由新人胡说八道，毁我和彼得森先生的关系。说到底，凯尔只是销售，瑞秋若站在我这边，彼得森也不会计较。但瑞秋的耐心似乎耗尽。凯尔没有胡说，10个点本就是双赢的方案，是你贪心非要抬高利润。他对彼得森故作诚恳，事到如今我不能再包庇他了。彼得森先生合作多年，我们不能不诚信，即便他是我丈夫，也不能眼睁睁看他欺骗您。彼得森脸色彻底阴沉。凯文，我当你是朋友，你却把我当傻子。凯尔嘴角掠过得意，假意安抚彼得森，别为利欲熏心之人生气。董事长今天特意赶来，就是怕您吃亏。瑞秋急忙接话，若信不过凯文，后续业务直接对接凯尔。他是海外高材生，精通各类项目运作。至此，图穷匕现。瑞秋要拿我当垫脚石，给前男友铺路。但我岂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？冷眼注视他，但愿你不会为今日所为后悔。他怒目而视，凯文，摆正自己的位置。公司决策权在我，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公司本是我们共同创立，因爱他，我不争名分。他要做商界女强人，我甘当基石。当年他以幼子需要照顾为由，让我退居2线，我配合，甚至他对外称我是傍父太太的上门女婿，我也沉默。但爱与退让换来的不是体谅，而是变本加厉。看着并肩而立的2人，我暗叹决定再给一次机会。儿子鲍比才5岁，
不忍他承受父母离异之苦。若念旧情想帮凯尔，可以，但本项目利润绝不能超过5个点。他说的10个点利润确有其事，但那是在计入暴涨的人力与原材料成本之前。扣除成本后，5个点已是极限，再多就是赔本赚吆喝。公司多年积累虽厚，也经不起如此挥霍。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，我不能眼看心血被葬送。期待他有所醒悟，却只看到满脸嫌恶，以为仗着男性身份就能操控我。告诉你，女性在商界同样顶天立地，既承诺10个点，绝不反悔。彼得森闻言击掌叫好，瑞秋董事长一诺千金。我选贵公司合作。凯尔向我投来胜利的睥睨。有人以为入赘豪门就能掌控一切，却忘了花瓶只能依附他人。真正的商业决策哪有赘婿插嘴的份？这分明在羞辱我。瑞秋却无动于衷，正忙着向彼得森敬酒。见彼得森态度松动，凯尔假意叹息，他明知有10个点利润，却报5个点，分明想私吞差价。既然彼得森先生宽宏大量继续合作，凯文你不该道歉吗？我沉默以对。即便地位不如前，我仍是公司副总裁。一个新人销售凭什么居高临下？但有瑞秋默许，他愈发嚣张。至少罚酒3杯，别拿酒精过敏当借口。商务宴请哪有不喝酒的？特意点出酒精过敏，显然有人泄密。我猛地看向瑞秋，他心虚别过脸，又强作强硬。凯尔让你喝就喝，又喝不死人。是，我重度酒精过敏且慢性胃病。当年瑞秋说公司要加速扩张，我拼死陪投资人饮酒作乐，喝到胃穿孔住院。他在病床前哭诉健康最重要，逼我发誓戒酒，否则永不相见。此刻我缓缓点头，如你所愿。但这3杯之后，你我恩断义绝。烈酒如火焰灼烧喉管，强忍呕吐冲动，我踉跄走出包间，身后传来刺耳的笑声。凯尔假心关怀，瑞秋，这些年你过得不易，竟嫁给这种除了脸一无是处的小白脸，还敢对彼得森先生甩脸色，简直不识抬举。我脚步一滞，想听瑞秋如何回应。片刻沉默后，他答，比起你这海归硕士，他连社区大学都没读完，管了几年项目就忘本。明天我就通报降职处理。凯尔谄媚附和，英明。这种仗着资历摆谱的垃圾早该清理。我转身离去，不必再听。凯尔在客户面前屡次羞辱我，而妻子瑞秋不仅纵容，更推波助澜。多年情分，一夜焚尽。我不必再勉强自己。走出酒店，我弯腰剧烈呕吐，胃部如刀绞，冷汗浸透衣衫。最近医院在1小时车程外，而家和药物只需半小时。给律师发信，起草离婚协议，即刻。随后驱车返家。鲍比已睡，我蹑脚上楼服药。不久，门口传来钥匙转动声。破天荒没有像往常一样迎接。瑞秋尖利的声音划破宁静，当着客户面不告而别，回家又装神弄鬼。能不能别这么幼稚？吼声惊醒鲍比，孩子啼哭不止。我忍痛想去安抚。推门见凯尔竟登堂入室，正用炸鸡哄儿子。平时需我哄许久的鲍比，竟被一块炸鸡收买。他搂住凯尔脖子，凯尔爸爸真好。亲爸爸从不让我吃这个，坏死了。鲍比遗传我的脆弱肠胃，我严格限制油炸食品。瑞秋心知肚明，却冷眼旁观。他见我面色惨白，倚门而立，只不耐烦蹙眉。懒得跟你吵，胃痛怪谁？自己不好好吃饭。将黑色塑料袋扔桌上，本来不屑打包剩菜，念你胃病不能饿才破例，语气施舍般傲慢。殊不知正是他与凯尔污蔑逼酒，才引发我病痛。鲍比指着黑袋天真问，这不是垃圾袋吗？爸爸要吃垃圾。见我不动，瑞秋不耐催促，餐盒用完了。这袋更结实。你这贫民窟爬出来的穷鬼还挑3拣4。接下来一句如冰锥刺心。当年和野狗抢垃圾吃时，怎么不嫌脏？他说的轻描淡写，
我却如坠冰窟。幼年失户，我流落街头，靠乞讨残羹度日。幸得善心人资助，才完成学业。毕业初年，开发小程序赚得第1桶金，连本带利回报了所有恩人。曾向瑞秋坦诚一切，他当时红着眼眶承诺要抚平我童年创伤。如今在儿子面前，他骂我穷鬼，揭我伤疤，告诉孩子我曾与狗争食。强压情绪，想告诉儿子生存并不可耻，但鲍比只投来嫌恶目光。爸爸脏，碰垃圾的人臭烘烘，难怪爸爸也臭，小手指着我，爸爸不许我吃脏东西，自己却和狗抢食。爸爸骗人，朝我吐口水，恶心。我不要这个爸爸，换新的，要凯尔爸爸。凯尔假意推拒，可你有爸爸呀，叔叔不能当你爸爸。鲍比顿时嚎啕大哭，我伸手抱他，他却猛地咬住我手臂。5岁孩童牙尖齿利，鲜血瞬间涌出，我吃痛却不敢动，怕伤到他。他边咬边踢打，一脚正中胃部，刚压下的剧痛再度翻涌。见我痛苦蜷缩，鲍比竟得意大笑，坏爸爸，谁让你不给我吃炸鸡？我赢了，以后必须听我的。到底让不让我吃炸鸡汉堡？